外星生命的存在，意味着人类也是普通的，与那些可能早就被毁灭或者即将被毁灭的生命一样，人类迟早有一天也逃不过让人绝望的大过滤器。所以说，不要以为人类是宇宙中的最高等级文明就是坏事，对于人类来讲，很可能是好事。人类有没有可能是宇宙中最高等级文明？如果让你回答这个问题，大概率会给出不可能这样的答案。大多数人也会给出这样的答案。但我想说的是，有这个可能，而且可能性还不小。看到这里，你肯定会嗤之以鼻，满脸不屑，这怎么可能？宇宙这么大，人类文明怎么可能是宇宙中最高等级文明呢？不要太着急反驳，不管什么样的结论，绝不能是简单的我认为如何，最重要的是拿出一定的证据，通过分析让人信服。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地球生命的发展历程。任何智慧文明都是从生命本身开始的，那么就让我们聊一聊生命的诞生。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大爆炸初期只产生了氢和氦，其中大部分都是氢。氢和氦显然并不能构成生命。生命的出现需要各种元素，包括重元素，这些元素需要从第一代原始恒星的热核反应里获取。这意味着生命的诞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生命诞生之后，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演化，演化期间对环境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比如说，要求恒星必须保持足够长时间的稳定，就像我们的太阳那样，只有这样才能让生命有足够长的时间去演化，朝着更复杂的生命演化。而宇宙中的第一代原始恒星寿命通常都是非常短暂的，它们爆炸之后残留下来的物质会成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恒星的原材料。科学家们分析，只有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恒星才能保持足够长时间的稳定，而我们的太阳至少属于第二代恒星，也有科学家认为太阳属于第三代恒星。从条件上来讲，太阳的位置堪称完美，可以说是位于银河系最黄金的位置，地理位置极佳，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 2.6 万光年。这样的距离让太阳足以远离银河系中的超级黑洞辐射的高能伽马射线暴，同时又处在银河系引力场的保护中。其实，银河系的宜居带并不是很宽广，这意味着银河系大部分区域其实是不适合居住的。比如说，银河系中心附近，虽然恒星分布很密集，但那里环境极其恶劣，生命在那里很难生存。还有，太阳并没有伴星，可以说是一家独大，非常稳定。在这种环境里，行星被甩出太阳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宇宙中，太阳这样的恒星存在方式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双星甚至多星系统。如此来看，虽然宇宙中恒星数量众多，但位于宜居带的恒星只占了一小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里面，大部分又是双星甚至多星系统，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数量就很少了。即便是剩下的恒星数量很少，但其实这其中的大部分恒星系统里，大部分还是不能出现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恒星系统里有类地行星吗？我们知道，类地行星是生命诞生的基础，而现实的情况下，类似行星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木星、土星那样的气态超巨星。其次，即便是有类地行星，这些行星又必须刚好位于恒星系统里的宜居带，这样才可能让液态水得以存在。同时，类地行星附近不能有大质量行星，否则很容易受到引力扰动，导致轨道错乱，甚至被弹出太阳系。就算排除了所有不适合的因素，最终我们找到了一颗位于宜居带的、质量刚刚好的类似行星。这样的行星比例肯定很小，但考虑到宇宙中天体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所以绝对数量并不算少，但也多不到哪里去。但是还没有完，仅仅位于恒星系统的宜居带的类地行星远不能让生命诞生。第一，类地行星有液态核心吗？如果没有液态核心，就不能产生保护生命的磁场，高能宇宙射线就会长驱直入，杀死任何可能诞生的生命。
看看如今的火星就是这样，火星也位于太阳系宜居带，但上面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液态核心产生的磁场不仅能阻挡高能射线，同时也能保护大气层，不让太阳风吹走。同样是火星，数亿年前与地球一样有浓厚的大气层，但不知怎么火星核心失去了活力，没有了磁场，于是大气层被太阳风吹走了。有磁场和大气层还不够，有液态水吗？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在地球上科学家们发现，液态水就等同于生命，不管在恶劣的环境，只要有液态水就有生命存在。液态水是有机物进行复杂化学反应的最好介质和场所，是生命大分子诞生的必备条件。除了以上条件之外，闪电、卫星、陆地、地质循环等等条件，在生命诞生的过程中都很重要。比如说，月球对于稳定地球自转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地球有了稳定的春夏秋冬。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自转轴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环境也会经常发生巨变，这样的环境很难出现生命。同时，如果一颗行星上没有陆地，低等生命可能会在海洋里出现，但很难演化出高级智慧生命。另外再强调一点，以上所有条件都需要保持长时间的稳定才可以，至少保持上亿年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让高级智慧物种有充足的时间演化出来。那么，在我们银河系，拥有以上条件的星球有多少呢？只有我们的地球，起码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存在另一颗星球。而且，天文学家们发现的所谓类地行星，其实与地球近乎完美的环境相差太大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是，不是说与地球环境相似度达到 90% 就差不多能出现生命，理论上讲，即使相似度达到 99%， 剩下的 1% 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种现象就像人类与大猩猩的基因相似度达到了 99%， 但我们都知道人类与大猩猩有多大的区别。退一步讲，即便是有一颗行星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与地球一样，就好比让地球的历史重新来一遍，人类还会出现吗？理论上人类的确还会出现，但实际上出现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低到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生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任何再简单的生命，哪怕是单细胞生命，都要比如今最先进的计算机要复杂得多。有时候就像如此复杂的生命结构竟然能凭借大自然自由演化出来，太不可思议了，能够感受到这肯定是概率极小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因为生命演化出来的概率极低，就拿所谓的神创论来否定进化论。有人经常提出这样的观点，把一个手表全部拆开，电子器件扔到大海里，看看能不能自行组装成手表。如果不能，细胞这种比手表更复杂的生命，怎么可能自行演化出来呢？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典型的先入为主，片面地看待生命进化问题。生命基本元素是活的，可以进行复杂的化学反应，可以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这些都是非生命的东西不能匹敌的。其实往深了讲，这很可能就是智慧物种诞生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大过滤器。任何智慧物种都是起源于最原始的生命，如果原始生命，比如说简单的细胞结构，不能在极其巧合的背景下出现，自然就谈不上智慧生命的诞生了。即便是最原始的生命，一个单细胞物种的诞生，也需要极其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地球诞生10亿年之后，才出现了最简单的生命形态，可以想象生命的出现有多难。刚才说了，即便是单细胞生命，也要比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要复杂得多。要想说清楚单细胞生命的诞生过程，估计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生物学家才能做到，没有几万子是不行的，因为其中会涉及电类、二兰类、BTP 的能量供应、多态的中心法则，还有细胞膜、细胞质
和糖体等各种复杂的生命组织结构。我们继续退一步，就算老天足够眷顾，第一个原始生命最终还是诞生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然后呢？单细胞生命要想演化出智慧物种，路还长着呢。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会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意外，一不小心就嗝屁了。别的不说，某个随机飞过来的高能伽马光子，一下就基本上让好不容易出现的生命嗝屁了。我们接着往后退一步，即便原始生命非常幸运，最终存活下来了，接下来呢？继续万里长征吧。这个原始生命需要数亿年的时间才能遍布整个大海。不要以为生命遍布海洋，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你知道吗？地球上的海洋生命直到大约3亿年前才爬上陆地，朝着更复杂的生命形式进化。也就是说，海洋生命花费了大约30多亿年的时间，最终才爬上了陆地。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在这个漫长时间里，地球必须始终保持相对较好的地理环境，而海洋生命爬上陆地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氧气。蓝藻布满了几乎整个大海，制造出大量氧气。不要以为氧气是好事，事实上，对于早期的地球生命来讲，氧气非但没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毒气。早期的生命并不喜欢氧气，比如说细菌和蓝藻遇到氧气都会惊呼：快跑，氧气来了，快跑！但是氧气来了，谁也挡不住，结果就开始了物种大灭绝。于是来到了第二个大过滤器，也就是真核生命的出现。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几乎全是真核生命。问题来了，真核生命一开始是如何诞生的呢？说白了，也是随机诞生的。可以这样简单理解：某一天，某个细菌有点饿，于是吞食了某个蓝藻。通常情况下，吞噬之后就会消化掉，但不知怎地，这次吞噬竟然没有消化，而最终形成了共生关系。蓝藻最终形成了叶绿体，然后就形成了线粒体。这确实不可思议，吞食了某种东西，最终不但没有消化掉，反而让它活着，为自己不断提供能量。真核细胞诞生之后，地球生命才正式进入正轨，生命开始朝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于是寒武纪大爆发开始了，然后海洋生物登上陆地，进化出爬行动物，比如说统治地球1亿年的恐龙。不幸的是，大约6500万年的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从而给哺乳动物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人类的出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小行星撞击地球肯定是随机事件，这也意味着，如果那颗小行星没有撞击地球，你认为恐龙可能灭绝吗？可能性很小。而在恐龙强大的统治力面前，哺乳动物根本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的诞生更是无从谈起。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很多人对以上过程有不少疑问，下面来一一解答。首先，什么是生命？生物课上是这样定义生命的：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个体就是生命，具体表现为自我复制、对外部环境的应激性等特点。但这里好像有一个盲区，病毒算生命吗？从生命的定义来看，病毒确实是生命，病毒能自我复制，但是病毒能繁殖吗？很多人认为病毒不能繁衍，其实这又牵扯到了我们对繁衍的定义。什么是繁衍？通过碱基互补配对来复制自我的行为就是繁衍，但这里又有一个例外，脱氧核糖和苷酸链是生命吗？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看似生命又是非生命的东西出现了，比如说类病毒、拟病毒等。也就是说，人类对于生命的定义其实也是很矛盾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说白了，生命与非生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就是大自然通常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是在循序渐进中发展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如果我们非要找到一个明确分界线的话，最终一定会陷入骨堆悖论当中。什么是骨堆悖论？简单讲，1粒米不是1堆米，2粒米也不是1堆米，那么多少粒米才算1堆米呢？假设1万粒米是1堆米，那么9999粒米就不算1堆米吗？其实通俗来讲就是量变引起质变。一定要记住，我们需要用辩证唯物的思想去看待生命诞生的过程，不然很容易走进死胡同。而我个人认为，其实病毒不能算作生命，因为与自我复制相比，代谢才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明白了生命的定义，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原理——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如无不要，勿增实体。什么意思呢？对于任何现象的解释，所做的假设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只有这样才更可能是对的，是真的。这里强调一点，奥卡姆剃刀原理并不代表就是正确的，它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个原理在面对某些诡辩，以及通过各种假设推导出来的结论时非常有用。举个例子，人类为什么看不到神的存在？有2种可能。第一，神的确存在，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人类就是观察不到，或者说神故意不让我们看到。第二，神并不存在。两者可能哪个可能性更大呢？利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假设更少的往往是更好的，显然第二种可能的假设更少，当然就更可能是对的。同样的方式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一直没能发现其他智慧物种。第一，存在更高级的智慧物种，但不知道为什么人类一直没有发现。第二，不存在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文明。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分析，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因为第一种可能性需要更多的假设。当然，正如刚才所说，奥卡姆剃刀原理并不意味着正确，但是正如我刚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分析的那样，生命的诞生需要极为苛刻的条件，智慧生命的诞生更是如此，需要各种近乎完美的机缘巧合才能出现。同时，生命的进化完全是随机行为，并非一定会朝着智慧的方向进化，需要某个突变的基因正好朝着智慧的方向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智慧基因正好又被大自然保留了下来，而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实在太低了。很多人还会有另外一个质疑，你说了这么多，都是建立在地球生命的基础上分析的，认为生命只可能在地球这种环境里诞生，但并没有哪条大自然法则表明生命只能在地球这样的环境里出现，碳基生命也并非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形态。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天文学家们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他们为什么还要以地球为标准去寻找外星生命呢？天文学家们都很聪明，但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事实上，很多人并不知道，以为寻找外星生命就是拿着一个超大望远镜，对着某颗星球亲眼看看是否存在生命。如果能够这样，当然好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其说天文学家在寻找外星生命，倒不如说他们在寻找生命生存需要的环境。不要说是外星生命了，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连任何一颗系外行星都看不到。天文学家们发现的系外行星其实都是间接发现的，由于距离太远，加上行星在恒星的衬托下都很暗，人类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一颗系外行星。如果连行星本身都看不到，怎么可能看到上面是否存在生命呢？结果只能这样，天文学家根据生命诞生需要的环境，通过寻找这样的环境来寻找外星生命。那么什么样的环境能出现生命呢？答案就在我们眼前，地球不就是答案吗？难道天文学家非要放弃地球这个标准，非要标新立异寻找所谓的其他生命形态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非要这样做的话也不是不行，起码我们需要在实验室中发现某种环境确实能出现生命，然后再寻找拥有这样环境的星球。毕竟
地球对于我们来讲是已知的，其他生命形态需要的环境是未知的。用已知寻找未知，显然比用未知寻找未知更靠谱。最后，我想说的是，没有发现外星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对于人类来讲是好事，因为按照大过滤器思想，那极有可能意味着人类真的是唯一的幸运儿。想一想，一旦人类发现了外星生命，甚至外星智慧生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是幸运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外星生命的存在，意味着人类也是普通的，与那些可能早就被毁灭或者即将被毁灭的生命一样，人类迟早有一天也逃不过让人绝望的大过滤器。所以说，不要以为人类是宇宙中的最高等级文明就是坏事，对于人类来讲很可能是好事。没有发现外星文明就等同于没有消息，对于人类来讲，没有消息其实就是最好的消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世界的真相到底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唯有了解实相，才是认识世界。东西方文明、科学与玄学之间的辩论，归根结底是唯物与唯心之辩，科学与迷信之辩，或者科学或者迷信，在二选一之间轮番博弈，没有结论。本门从这一现象入手，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唯物、唯心一词，并不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界定，而是唯物一派以自己的系统为视角，创建了这一语速。换名话说，规矩是由唯物论所搭建，唯心的标签也是由他所贴，并不是一件公平之事。我们今天讨论现象时，人们总会问，这是属于唯物还是唯心？对不起，这个大前提的设立先天错误，导致后世的一切物质及精神现象无法对等对话。科学一词的对立面不应该是迷信，相反也是这样。迷信一词的对立面也不是科学，科学应该是与玄学都是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方法和手段，它们同属一个层面，只是解释和研究这个世界的视角、技术、思维方式迥异。科学的对立面应该是非科学，玄学的对应面应是非玄学，而迷信一词的反义词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正信。如果科学不是实相的真实反应，那它也是一种迷信；如果玄学不以实相为宗，那它一定也是迷信。科学与心学亦或玄学都是实相学的组成部分，而不应该彼此对立。而把科学与迷信对持本身就不科学。科学如果以自我标榜，认为可以解释或者说研究到一切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我们今天在研究一件事物时，站在由唯物观点架构的体系上，很容易自掘门步，不能向前。科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它不会也不可能揭示所有的现象，因为科学是建立在推理、模拟、逻辑、演绎、假设、实验的方法上。它的实验对象是以物质及有形有相的世界的认识，它需要可靠的数据、参数和统一的实验结果。对于大部分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是归结于物质现象。大到星体，小到粒子、夸克、场能，不管物质大或小，它都是有形有相。只要有形有相，就可以以科学的方式界定和锁定，基于数与量的参数来研究。但是对于精神世界，科学往往是隔靴搔痒，不能尽其所能。至尊宝对紫霞子说：“爱你10000年。”这个爱有多大，长或宽，轻或重，多或少，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界定。人的意识如果以现在某些科学研究者认为也是一种场能，那么这就等同于把意识也归结到物质的层面。这其实就是学者们用科学的意境来招安精神，把一切的现象全部收入囊中，一网打尽。这种学术态度其实是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这么一种强硬的学术论点上的霸王条款，并不是真相。世界是物质的吗？是，也不是。从现象上看，千差万别组成世界的分子、原子、
林林总总，原子的再分到了量子级别，不管你是电子或是质子，还是夸克还是骰子，分到最后，基本单位质量为零，就是虚空。这是量子理论的基石，它的出现打破的经典物理对这个世界的世界是由实物粒子构成的这一论断，虚空等同于无，既然是无，世界从何而来？世界还存在与否？两种迷信的言论，第一种以科学的姿态出现，原来世界是不存在的；另一种玄学的姿态出现，一切为空，什么都没有。这二者从学术上讲，都是王空和虚无主义，并不是正信。物质即虚空，虚空即物质，才是当前量子力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唯有以色空不二的理念植入，科学与玄学才能是我们研究这个世界的左右手。科学家以玄学为对立，从一开始就是找错了对象。二、四维空间理论的先天不足。当代科学自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横空出世后，四维空间就成了一个时尚的科学名词。长、宽、高加上时间就是四维，以此为由，还推出了五维、六维、七八十维。可以说，爱因斯坦把时间作为一维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何以故？因为很简单，时间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纯属一种设施，只是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中国佛法经典称为时论，以及白法明门论中对时间有着详尽的描述。时间既不属于物质的法，也不属于心法，它与空间一样，是根本不存的一种概念。佛学称之为心不相应行法，简单讲，就是因我们的精神而设立的一个暂时的观念，实际上它并存在。现代前沿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证明，时间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假设在人脑中的实设。时间的长或短，并不是因为光速的问题，只是与光速有着一定的关联。时间变长或变短的本质不是速度，而是以速度为参照和对比，它的实质是人心的作用。禅定之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了好些天，但对于禅定之人，就如几分钟，时间的长度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有人的精神感知和神经系统的反应在大脑中的虚拟场景而已。现代科学已经可以借助电脑程序模拟出时空之类的游戏程序，如同黑客帝国所谓山中方7日，世上已1000年，完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来打倒。因为时间与空间并不存在，刹那即永恒。东方式的哲学思辨并非简单臆想。再来，四维空间的时间因素是人为的设施，那么请问，作为一个不存在的参数，以量化的形式出现在科学的理论里，这科学吗？它算不算是伪科学？我的答案是是。广义相对论对时空的描述是伪科学，至少它疑似。那么问题来了，四维时空或者五维时空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三维的长宽高是人类视野可视的范围，这没有问题。三维之外的第四维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而是心识。只有心识借助特殊的条件，比如速度、虫洞、引力场而得以实现。人们可视的虚像时间固定不变，所参加变量的是精神意识的作用。比如中国烂柯的故事，樵夫在山中观神仙下棋，我们姑且把这个观棋的参数界定为1小时，而在与正常系数的时空倍下，这1小时相当于50年。樵夫实际上是在正常时空同等时间系数上50年的长度上，用了1小时而完成。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大家可能都有做梦的经验，一晚上睡6小时，这6小时总量没变，但大家一觉醒来就没有6小时的时间观念，从体验上好像过了几分钟。就是这样一种情景，不管是接近光速去旅行，还是通过虫洞进入另外的宇宙时空，还是如美国电影《湮灭》一样进入某入能量场中，都只不过是完成这一事件的技术参量。而真正实现时间长短体验的，除了意识的作用，一切都是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因为涉及太多前沿学术，在当时的确可以镇得住世人，但时至今天，它反而成了科学进步的一种束缚。3. 实验与实相，外求与内证。科学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大家都一定了如指掌。简单讲，就是能过设备、仪器、工具、材料以及推理、分析数据、采样、归纳、运用逻辑等，形成可以量化、可以确定的结果，然后得出结论，找出规律。他所借助的一切手段都必须依赖于物质前提，离开物质的方法就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科学在对生物界，包括人类本身进行研究时，也同样遵循了这样的模式，但在遇到特殊精神现象时，就无法继续深入。比如西方医学界的濒死体验、轮回现象、通灵术，这些现象的存在，打乱了科学一派的研究方向，用传统的研究物质的那些方法起不到任何作用。任何科学仪器捕捉不到任何与玄学所涉及到的意识现象，研究下去，如果不参照玄学乃至神学，就无法界定。每到这样的关口，世界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就开始较量。无可奈何下，科学一派最后只能把它交还给科学，认定这可能依然是物质现象，交给未来的科学去研究。这种搞不定就踢皮球的做派，是一些科学家的一贯思维，有无赖耍流氓之嫌。这如同西医治死了人，可以以科学的名义结案，我们尽力了，目前科学达不到；而中医治死了人，大家就可以群而攻之，都是迷信惹的祸。请问一下，是谁给了唯物派这样的权利，用双标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仅仅以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我们来研究世间万象，借助种种精密仪器设备手段方法，那么请问，人的身体是精神与肉体的结合，算不算是一种更为精密的仪器？这种由细胞、神经组织单元所构成的重要组成，是不是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如果可以，那么研究的手段从外在的设备或仪器是否能转入到人自身的内部实验？答案就在你心中，毋庸置疑。作为实验的对象是人身这个仪器本身，作为参与实验者，为什么不能是人作为实验要素接入？这就是所谓人体科学所涉及的范围。庆幸的是，科学界已经开始这样的研究，也得到了许多科学成果。但是，如果科学的手段仅仅是依赖于外部可视仪器和设备，则不可能完全深入人体科学的甚深领域，因为人作为一个主体，参与对人深深的研究，最先进的仪器就是人身体本身，只有人本身才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体验。它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借助意识的参与，而所有我们已知的科学仪器，就算是最为先进的设备，包括人工智能，都不足以具有意识。这就是当前量子力学所面临的研究屏障。4. 意识是不是能量？是不是物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说意识是能量的，不单单是一些缺乏实证经识的科学家，而且在玄学系统内也存在着大量的学者。这一类学者为了证明意识的科学性，往往借助于现今的一些科学名相，对意识频繁昭学，认为意识也是一种能量，只是目前不被科学界所研究透彻。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对学术的不自信，以及对实相的曲解，导致一种怪现象：玄学借助科学而出来站台，为自己脸上贴金。最后的结果是，被反伪斗士们用伪科学一词一枪干翻，不伦不类。这是科学的不幸，也是玄学的可悲之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意识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它就是意识，其实质就是依于时存在的精神体的一种，意识的背后或者说是心体。唯识论讲万法唯识，此时与精神作用并不是一回事。如果它是能量亦或失常，那么正好与某些科学家的言论不谋而合。一切现象都是物质，转了一圈，又回到老路上来。量子理论发展到这里，不承认意识现象是一种另类状态，硬要把它归结到能量上来，这是固步自封，不能有所突破。一些具备当科学理念的玄学家
用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2 这一公式，企图来证明色空不二。他们的理由是，物质或者粒子在以借助光速的运动当量上，在核反应堆里进行碰撞和裂变，就能转换成巨大的能量，而能量的本质是空，没有实体，所以物质也是空相。意识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所以意识也能作用于这个世界。这个理论貌似得到前沿科学理论的支持，而实际上是卖主求荣的招安行为。能量虽然无形无相，但因有能也有量，借助科学仪器可以测量，可以捕捉，可以设备收集，它的本质还是物质，就如同中杯子极其细微，它认识物质范畴，不是意识的层面。近来，目前科学家提出暗物质理论，虽然目前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暗物质理论仍是最为前沿的科学理论。暗物质粒子由于其组成部分的带电属性与正物质相反，所以它的质量更为微小，现代科学仪器尚未捕捉得到。尽管如此，中杯子的质量就算接近伪欧，但它仍有质量，仍是物质层面，不属于精神领域。比如说虚空，虚空没有实体，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长短，没有前后，但虚空我们人人可以感知。那么虚空是物质吗？前面说过，虚空不是物质，虚空是精神吗？虚空也不是精神，虚空的本质就是不存在，因为很简单，虚空没有意识，而意识具备了虚空的种种特性，唯一与虚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意识具有思维，而虚空没有。不存在的虚空，我们作为人类都可以感知，为什么意识这一研究对象我们不能感知？意识归根结底是不存在的存在，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但它的确又不是物质。如果不给意识界定此定义，我们目的前科技则只能到此停滞不前。5. 中规子以及暗物质是开启科学与玄学之间屏障的桥梁。灵魂的话题困扰了我们多年，至今没有定论。灵魂的本质究竟意义上是物质还是唯心？灵魂一词出自西方宗教体系、东方哲学思想以及信仰，没有灵魂一词，取而代之的是神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神不是识的范畴，而纯粹的精神现象，只有识，而神识是形而下于形而上的某种状态。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某种手段介入研究。玄学家认为，灵魂就是某种场能、某种信息能、某种能量，而这一点，量子力学的研究者认为，只要你认为灵魂是能量，那就好办了。这说明你们还是认为这是物质现象。说对了，灵魂现象实质就是物质现象，只不过它也让具有精神现象的识参与了进来，仅此而已。西方人称的灵魂现象，并不是等同于东方人所说的万法唯识的那个识。在中国古老的唯识学体系里，指出当人的色身消亡后，精神会依仗极其微细的色，也就是物质作为载体，而参与生命的演化。我们的身体是由比较粗重的物质组成，这种物质粗重到我们肉眼可以捕捉到它的形象，可以为我们的神经系统而感知。而极其细微的物质，就如今天所提到的中杯子和暗物质此类物质，极其细微，但它仍属于地水火风四大事实的载体。中国的佛学体系认为，所有有情众生在不同的空间领域各自存在，都属于色法所含摄。由于识的接收信息极量不同的原因，就形成了思维、五维、六维乃至更高维度的空间。就如同我们的电视接收频道一样，各个维度的接收频率不一样，所显现的世界就会不同。黑客帝国所模拟的城区世界，就可以看作一某一维的空间，它只存在于人的感知体验中，与空间与时间没有本质的关系。灵魂是不灭的吗？灵魂是生灭的，也就是说，灵魂现象即是物质的，那它就是有生有灭的，它可以消亡，不可能永世存在。因为很简单，灵魂借助暗物质、中微子诸如此类的极其物质作为载体，
它本身是有寿命的。终微子，暗物质，不管它的衰变周期有多长，它终将会坏灭，不可能长久。所以灵魂不灭从理论上讲是站不住脚的。6. 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的质疑。化学家做的实验是，参与化学反应的物质与化学变化后的物质，其总量不变，因此得出结论：物质不灭，物质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个理论得到科学界一致认同，同时也被玄学家利用，二者争论不休，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大有休战片刻，挑灯夜战的架势。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是什么不灭？如果说是煤球，它燃烧后就只剩下煤渣，煤与煤渣从事物的具体形象和物理属性上是决然的不同。站在这个角度，煤经过燃烧后就不再是煤了，它已经灭了。我们不能把煤渣当成煤来使用，因为二者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从各意义上讲，物质不灭的观念由偷换命题之嫌。其二，如果假定科学家研究的不灭是指能量，那么就目前的前沿科学理论，宇宙大爆炸是从150亿年以前来的，当时是从一个起点来，起点就是空，就是无，就是一无所有。如果起点是有，那么就说明宇宙最开始是有质量的。那么请问，这个质量既然是有，那它的前命是什么？科学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只能认为起点就是零，什么也没有。那么好，既然起点是无，那就说明物质是没有自己的属性的，那种状态就是灭的状态。既然是寂灭，你怎么就能以一个实验就得出结论物质不灭呢？这不是自相矛盾？科学界不能同时建立两个对立的体系，这样一样，科学还算不算科学呢？前沿科学理论还认为，我们的可视宇宙正在以无限大的速度膨胀，当达到一定界限，所有物质都会收缩，形成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既如此，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物质也是可以灭尽的？如果可以灭尽，则物质不灭是错误论断；如果不可以灭尽，起点理论靠不住，大爆炸理论更靠不住。由此建立起来的一切理论都值得怀疑。还是以 E 等于 mc2 公式来说，这个公式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大家发现没有，能量是物质，前面已经说过，而物体的质量也是物质，但二者竟然不相等。不是 E 等于 m 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样的现象，当拥有质量的物质在与光速发生平方极量的关联时才会相等。那么我们不仅要提出一个问题，在光速中消失的那一部分质量到哪里去了？正常速度下，E 与 m 的总量是一样，在接近光速的当量上，一部分质量难不成转化成速度了？也就是说，当质量相当的物体在以光速裂变时，它就会有超大的能量。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释放出来的能量 E 才是物质本来的级别。那么物体达到光速前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达到光速的平方后，这凭空增加的能量是从何而来？质量物体的能量消在裂变过程中，一部分转化成了速度。那果此公式给人的解释是，质量达到接近光速时就会爆发出巨大能量，那么转化成速度的这一部分质量到哪里去了？第二，如果速度是裂变为能量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速度是能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即如此，我们能否把光速理解成能量？显然不能。已知鞭炮威力很小，不需要如原子弹般惊天动地，它的爆炸无非就是化学反应加物理变化，其能量也好，质量也好，总量不变，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到了原子弹这里，就要强加上速度，谁规定的？爱因斯坦只发现了这一现象。对于这么诡异的事，爱因斯坦没有做过解释。质量裂变凭空产生的能量是如何得到的？即如此，传统科学意义上的能量守恒原理就是一小儿科，在前沿量子物理面前不攻自破。
这是谁的责任？又准备甩锅给未来的科学解释。现在的实验体系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就这样让某些不成熟的科学理论来回折腾，什么时候失个头呢？其意识是实的附属，而不是能量。在引入时的这个问题下，还是抛开物质与意识的纠缠不清，实不是能量，也不是物质，它就是实。实就是一种纯粹的存在，犹如虚空，但不等同于虚空。我们三维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借助于虚空而界定其坐标，而所有有情的生物也是借助实的存在而存在，离开了实就没有一切。如果说这个世界唯有一种不灭，那只能是实。它不是简单意义的上意识，因为意识虽然不是物质，但它并不具备产生万法的根本性。中国的哲学及佛学思想把意识界定为有为法、生灭法，就是说它是有生有灭的体型特征的。意识的细微之处不在本文里深作讨论，将作为下一篇讨论的主题。尽管如此，还要是说意识不是能量，也不是场，它属于更加细微的研究领域。意识借助于根本实与外部物质世界的碰撞升起，亦如《楞严经》所说，依法原生意识。这里第一个意是指一根，就是为实学中所讲末那。因为涉及到许多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众多领域，这里不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